大家好，欢迎收听掌灯静读。结婚5周年，蒋涵抛下我去找别的女人。我哭过闹过，但他每次都只说把宋福当妹妹。宋福想当女明星，他砸钱砸资源；宋福参加综艺，他偷拿我画给他才女丽人设；宋福偷穿我礼服，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宋福当小三，他在背后尽心尽力处理绯闻。但当我成全他们兄妹情深之后，蒋涵却疯了。离开蒋涵的那天，是我们结婚5周年纪念日。我独自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将孕检报告藏在蛋糕的最底层。结婚5年，起初我们都很期待有一个孩子的到来，但我是不容易受孕的体质。这个孩子来之不易，我想给蒋涵一个惊喜。我满心期待地坐在餐桌旁等他的时候，他突然来电说有事不能陪我了。所以是什么事这么重要？电话那头的蒋涵有些不耐烦。小福那边出了点事，双双，你不要无理取闹。听到这个名字时，我没有丝毫惊讶。又是他。宋福是蒋涵在孤儿院时的玩伴，高考之后被有钱人资助出国留学，3年前回国直接进了娱乐圈。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将宋福从国外接回来的人就是蒋涵。只是因为宋福童年时的一句长大以后想当明星的戏言，蒋涵就在发达之后真的为他成立了一家娱乐公司，砸钱给他最好的资源。宋福回国的3年里，蒋涵经常因为宋福的一通电话丢下我。宋福在节目里被欺负了，宋福被黑粉骂了，宋福哭了。连宋福可有可无的小事都比我这个妻子还要重要，这次也不例外。宋福和同组男演员半夜在酒店讨论剧本被拍，那个男演员是有家室的人，宋福发文澄清，却没有多少人相信。网友在微博上说他小三，骂得难听。蒋涵又是花钱撤热搜，又是买水军控评，还得赶去宋福家安慰他脆弱的心灵。他说他只把宋福当妹妹，但蒋涵一夜都没回来，我也在沙发上哭坐了一夜。直到第2天中午，蒋涵才回家。他到家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画室里的画完的几幅画全部打包。你在干什么？蒋涵停顿了一下，然后毫不在意地说道，小福要去参加一个节目，之前他不是在采访里说自己在国外学的美术吗？所以你打算用我的心血去给他立艺术家人设？我声音颤抖，有些不敢相信。只要细查就知道，宋福在国外上的是野鸡大学，他学的根本也不是美术，但就因为他的一句话，蒋涵就要把我辛苦创作的作品拿去署上他宋福的名字，凭什么？几幅画而已，蒋涵没有停下动作，但是语气又有些不耐烦了。你以后再画就是了，但宋福的名声毁了他的职业生涯就完了。我看着他毫不在意的眼神，心彻底凉了。你可以拿走，但是我们离婚。听到我的话，蒋涵皱眉看向我，白出双，别做。说完就要往外走，我用力地拉住他的胳膊，离婚吧，蒋涵。他回头嗤笑一声，甩开我的手。毕业之后你就没出去工作过，你离开我能干什么？靠画几幅画养活自己吗？听话，在家乖乖待着。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跌坐在地上，相恋3年，结婚5年，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抹了把眼泪，我收拾好东西，直接打电话预约医院，拿掉了这个孩子。手术很顺利，我住了2天院。这2天蒋涵一条微信都没有发给我，但我竟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过。孩子消失的那一刻，我对蒋涵的爱意好像也跟着一起消失了。
我忽然有点想不通，这3年我到底是怎么将那些委屈吞到肚子里，任由那2个恶心的贱人肆意伤害。我打算搬出这个家。我先是找中介看了几套公寓，谈好价格，直接就买下了来。这几年蒋涵的事业越做越大，我卡里的存款也越来越多，离婚之后也能拿到一笔巨款，保证我下辈子衣食无忧。回到家，我将自己的东西都打包好后，找了搬家公司，然后给蒋涵发去微信，什么时候有时间把离婚手续办了，那边很快就回复了消息，平常3天回不了1个字，这回倒是秒回了。白出双，你适可而止，别太做了。那就法庭见吧。没等他回复，我直接离开了这个住了5年的地方。回到新买的公寓，我用了1天时间才把东西收拾好。公寓2室1厅，没多大，但是我一个人住刚好。我将一间卧室搬空，摆上话剧，然后打开我很久没登录过的短视频账号，无数私信映入眼帘，大多数是在问霜降老师什么时候发新作品。我和蒋涵是同一所大学，但不是一个院儿。最初的相遇是因为我饭卡被他捡到，一来二去就熟悉了。他追了我1年，我才答应和他在一起。毕业那年，我父母意外车祸去世，我还记得蒋涵在葬礼上抱着我，在我父母的灵位面前发誓，如果他这辈子对我不好，就不得好死。后来我用父母留给我的遗产资助他创业，我辞去原本在大厂的设计工作过去帮他，他在公司逐渐走上正轨的时候向我求婚，然后顺理成章的结婚。结婚之后我就没去公司了，没人喜欢上班。我喜欢在家画画，自己录一些画画的过程，慢慢的积累了一些粉丝。这3年因为送福的事情，我已经很久没更新了。直到今天，我录下自己的新画室，发布一条视频，我回来了，不出一会儿，点赞就过万。我将之前被蒋涵拿走的那几幅画的其中一个作画过程发到自己账号上，刚发完就接到了许久未见的朋友秋秋的电话。双双，晚上有个慈善晚宴，我刚看到邀请名单里有蒋涵，你去吗？秋秋和我从小一起长大，是圈子里有名的名媛，也受邀参加这次慈善晚宴。我准备和他离婚了，我说道，然后诞生将这几年蒋涵和送福的破烂事儿讲给秋秋。秋秋听完骂了蒋涵半个点儿，然后忽然说道，晚上你和我一起去，我稍微思考一下就答应了，见一面也好，离婚的事儿早解决早利索。我在家等着秋秋拉我去做造型，坐上秋秋的保姆车后，又听他骂了一路，期间一句脏话都没重复。晚上进入会场时，就看蒋涵端着酒杯和人交谈。自己来的，秋秋拉着我站在蒋涵的视线盲区，这么好为送福开拓人脉的机会，他会不带送福？秋秋说的对，这么好的机会，他怎么会不带上自己的好妹妹呢？说话间，送福就来了。他身着一袭白色礼服走进会场，引来一众惊艳的目光。送福柔柔地叫了声涵哥，做事想要挽上蒋涵的手。但蒋涵却不着痕迹地躲开了，他看着送福身上的礼服，神色有些不悦。这是双双的衣服，你怎么会穿？送福大方地体地笑着，我在衣柜里看到它，觉得好美，就拿来穿了。一件礼服而已，涵哥哥不会这么小气吧？蒋涵犹豫几番，最终还是没说什么。送福再次挽上了蒋涵的胳膊，蒋涵也没有再推开，他笑嘻嘻地说道，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大不了我穿完，明天就给白出双送回去。蒋涵继续带着宋福游走在各路大佬中间，秋秋被气得发抖。我看着宋福身上那件妈妈亲手为我设计的成年礼物，心中一片冰凉。这件礼服我视若珍宝，一直挂在衣帽间里，但是有一天突然不见了。我给蒋涵打电话，问家里的阿姨，都不知道去了哪儿。一件礼服而已，当时蒋涵也是这么说的。而宋福，他竟然有我家的钥匙，他甚至可以随意出入我们的家，随意拿取属于女主人的东西。蒋总，好久不见！一个中年男人端着酒杯来到蒋涵二人身边，他身旁还跟着一位优雅妇人。看见来人，蒋涵受宠若惊地与他碰杯。沈董，沈夫人，好久不见。沈氏集团的创始人，即使出现在这个晚宴上，也不是他能说上话的，但没想到这位会主动和他搭话。这位小姐身上的礼服是蓝山老师生前的作品，我记得是他送给女儿的成年礼物。沈夫人面带喜色。蓝山是国际知名设计师，他也是学设计的，一直将蓝山视为自己的偶像。可惜偶像早逝，他都没来得及与他见一面。他叹了口气，又看向宋福：“您就是蓝山老师的女儿吧？”蒋涵有些尴尬，刚想否认，宋福就抢先一步回答了沈夫人：“是的，沈夫人，我是蓝山的女儿。没想到白出双竟然是知名设计师蓝山的女儿。”想着能与沈夫人结识，宋福差点笑出声。蒋涵也没想到宋福竟然认下来，他张了张嘴，到底什么都没说。如果沈夫人能成为宋福的人脉，那再好不过，但前提是我没在场。有些人真是千层鞋底做腮帮子，好厚的脸皮哦。秋秋挽着我的手臂走进几人的视线，秋秋声音也没收着，四周的人都向我们的方向看过来。没想到我会出现在这里，宋福的脸色一下变得很难看，他紧紧拽着蒋涵的袖子，生怕我说些什么当众揭穿他。邱小姐这是什么意思？邱家和沈家有业务上的合作，沈氏夫妇对这个小辈也有一些像。秋秋礼貌地和两人打了个招呼，看向宋福，偷穿别人衣服也就算了，还冒认人家的妈妈，你礼貌吗？你妈知道养你20多年，背着她在外面乱认妈吗？我要是你妈，我就直接把断绝关系的证明甩你脸上，让你有多远给我滚多远了。小嘴儿就跟抹了开塞露似的，什么话都敢往外突突。秋秋气场全开，对着宋福就是一顿输出，说着说着又将目光放在蒋涵身上。这不蒋总吗？带小蜜出席宴会还穿原配的礼服，怎么公司要破产了？你告诉我一声啊，我立马订100万的鞭炮去你们公司门口放上3天，让大家一起乐呵乐呵。我没忍住，一下子笑出声。四周的人也强忍着笑意，目光乱飘。这里大多数的企业负责人我都曾见过，明眼人都清楚他们不正当的关系。有钱人找小三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但是闹到明面上就有点难看了。宋福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他甚至开始庆幸这还好的私人晚宴没有媒体，要不他在娱乐圈就没法混了。小福只是我妹妹，我们不是那种关系，你不要瞎说。蒋涵脸色难看地解释道。秋秋无所谓地摆了摆手，我懂，情妹妹吗？你，蒋涵一口气差点没上来，然后又把目光转向正看戏看得开心的我。出双，别让他瞎说，我没有理会他，而是看向沈氏夫妇。
沈董、沈夫人，这件礼服是18岁时母亲送我的成年礼物，名叫出霜。我又看了一眼宋福，看他像个小丑一样站在原地，紧紧拉着蒋涵的胳膊。他反驳不了任何，因为就是他刚才承认自己是蓝山的女儿，在我这个真女儿面前，他的谎言一击即溃。沈氏夫妇也明白过来，看蒋涵和宋福的眼神复杂，似乎也没想到竟然会有脸这么大的人。沈夫人走向我，亲切地挽住我：“你就叫出霜是吗？你母亲一直是我的偶像，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就是没能见她一面。她知道您还记得她，也会很开心的。”我温婉地笑着，客气道：“我家里还有很多母亲生前未公开的作品，沈夫人有空的话，我可以带您看看。”“真的吗？那太好了。”沈夫人很开心，然后她看向还站在原地的蒋涵和宋福，颇有一点为我撑腰的意思。“这位小姐穿你的裙子，经过你的允许了吗？”我摇了摇头，并未。但是我已经报警了。此话一出，周围人都惊讶地看过来，他们的小耳朵从来没离开过我们几人的身上。宋福一听报警就慌了，跟水龙头似的，眼泪说下就下。“韩哥哥，只是一件衣服而已，你至于报警吗？你马上告诉警察不要过来。”蒋涵也震惊地看向我：“只是一件衣服而已。我记得我告诉过你，这件礼服对我的意义，它对于我而言不只是一件衣服。蓝山老师生前一件作品的价格至少1000万，宋小姐身上这件的价值可不低。”沈夫人在一旁附和。我马上换下来：“出霜姐，你原谅我这一次吧。”宋福哭得梨花带雨，他也没想到我竟然会这么干脆，甚至连蒋涵的话也不听了。在他眼里，我一直都是蒋涵的附属品，蒋涵说什么就是什么。当然要换下来，不然你还想穿走。秋秋翻了个白眼儿，他真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出霜，如果小福被抓走，他的事业就毁了。他只是犯了一个小错而已。蒋涵见我如此坚定，也着急起来。不问自取即为偷，我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恭喜宋小姐为自己的演艺生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喜提牢饭3年，秋秋补刀。说话间，警察也赶到现场。我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礼服的归属和价值。宋福被警察带走，蒋涵不放心地跟着宋福一起上了警车，临走前狠狠瞪了我一眼。我毫不在意地耸耸肩，向沈氏夫妇道别，就和秋秋离开了宴会。第2天，宋福就上了热搜。演员宋福深夜被警察带走，词条后面跟了一个大大的爆字。宋福自己都想不到会以这样的方式爆火，网上讨论什么的都有，纷纷猜测宋福犯了什么法。合作过的艺人也都发微博与他撇清关系。秋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刷评论。真可惜，昨天没有媒体在场。秋秋叹了口气，又振奋地问我：“蒋涵今天找你了吗？”“还没有。昨夜我和秋秋也去了警局，将证据提交上去的同时，也准备把礼服带走。”我和宋福全程没有见面，但就要离开的时候，蒋涵追了出来，让我给宋福写一份谅解书。“你报警的事，我既往不咎。你写一份谅解书，小福不能坐牢。”他的语气还是那么理所当然，就像他之前无数次因为宋福抛弃我的时候一样。但这次不同的是，我不爱他了。“好啊。”我含笑点头，身边的秋秋抓着我的手一紧，瞪大眼睛，怕我真敢出来这种傻叉事。蒋涵闻言露出笑容，一副意料之中的模样，让我有些不喜。
明天和我办离婚手续，办完我就会写谅解书。蒋涵一怔，他神情有些复杂。白初霜，别闹了，他似乎总这么对我说。白初霜，别闹了，我只把宋福当妹妹。白初霜，别闹了，只是一个生日而已，明年我再陪你过。白初霜，别闹了，宋福年纪小，有些事情处理不好，我必须亲自去一趟，我明明从没闹过。直到现在，他竟然还觉得我在闹。就这样笃定我爱他，爱到非他不可。我给你1天时间考虑。说罢，我转身拉着秋秋离开。他要是不找你怎么办？秋秋有些担心。他不可能放弃宋福的。刚和秋秋挂断，蒋涵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意料之中。下午3点，民政局见，一个晚上而已，蒋涵的声音就沙哑的不行。你在哪儿？我现在去找你。我问。我带着事先拟好的离婚协议去了蒋涵的公司，好像很久没和蒋涵这样面对面坐在一起了。我将离婚协议放在桌子上，给自己倒了一杯热茶，示意他慢慢看。蒋涵的公司如今市值100亿，他最初的创业资金是我出的，当时蒋涵给了我35%的股份。我对公司管理上不感兴趣，所以只每年在家拿分红。离婚我没别的要求，只想变现，有钱才有底气。我不同意，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流动资金。蒋涵眉头深深皱起。你要清楚，我如果去法院起诉你出轨，到时候你要拿出来的可不止这些。我淡淡说道。我和宋福之间真的没什么。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蒋涵的声音竟然有些哽咽。小福从小和我一起在孤儿院长大，我帮他实现梦想而已，你至于做这么绝吗？白初霜，我们8年的感情，但我不为所动。你也知道我们8年的感情。你不同意，我就把我手里的股份全部卖给白敬川。白敬川是蒋涵的死对头，这几年没少在生意上给蒋涵使绊子。蒋涵看着我，犹豫了半晌，才喃喃说道：好。得到回复后，我拎起包包就走，到门口还不忘提醒他，钱准备好之后再给我打电话，我过来签股份转让协议，然后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蒋涵的助理站在门口，看见我喊了一声夫人，随后办公室就传出砸东西的声音。助理尴尬地看着我，我冲他点点头，就回了家。我不催蒋涵，但是看守所里那位可等不了。现在网上吵翻了天，因为宋福本人一直没出来澄清，现在都在猜测宋福是不是真的进去踩缝纫机了。第2天下午，我就等到了蒋涵的电话，转账、签合同、办手续，一路畅通无阻。拿到离婚证的时候，我整个人如获新生。蒋涵看到我的样子，有些不是滋味儿。白初霜，和我离婚你就这么开心？我点点头，没有丝毫犹豫。是啊，开心。你真的不爱我了？蒋涵还是不敢相信，几天前还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女人，竟然会这么果断地放弃他。蒋涵，我不是一下子就不爱你了。我看着蒋涵略显憔悴的脸，淡淡说道。蒋涵身形一僵，眼里划过几丝懊恼的情绪，他想说什么，但是我直接打断了他。先去捞宋福，办完这最后一件事，希望我们永远不要见面。我和蒋涵把宋福捞出来，宋福这2天过得应该不怎么样，身上散发出一股馊味儿。他看见蒋涵的瞬间就哭着往他身上扑，蒋涵却退了一步，眼底带着隐隐的嫌弃。宋福不可置信地看着蒋涵痛哭，涵哥哥，你竟然躲我！我没忍住笑出了声。宋福这才注意到我，他眼睛里的恶毒浓的都要溢出来。白初霜，
都怪你。就一件破衣服，你竟然报警抓我！”说着就要扑向我，被警察拦了下来。我站在警察身后，把离婚证拿出来，在宋福眼前晃了晃。“放心，你的韩哥哥以后就是你一个人的了，请务必锁死。”宋福看见之后，先是一愣，然后欣喜若狂，再次扑向蒋涵。我看着他们两个笑得开心，可以高兴高兴，但是也别太高兴，会反噬。宋福上午从局子里出来，下午就打扮得光鲜亮丽的发了一则动态。视频里的宋福一边流泪，一边说自己的贵重物品被偷，他和警察回去调查，这几天一直忙于此事，这才知道这件事在网上闹得这么大。说到最后，还给大家道歉，抱歉占用了这么多天的公共资源。心里说不上有多开心呢。秋秋啧啧称奇，蒋涵这次没少花钱给他买水军控瓶吧。视频底下和广场清一色的，小福哭起来，我心都碎了。不怪你宝宝，都是小偷的错。零星夹杂这几个路人的质疑，然后很快被淹没。我不甚在意，反正高兴不了几天。宋福澄清声明刚发出去，就去公司找到蒋涵。他拽着蒋涵的袖子撒娇：“涵哥哥，我听说你投资了王导的电影，他想演女主。”蒋涵按着额角，低声说道：“那部是悬疑电影，不适合你。”宋福出道以来一直演言情片，稀巴烂的演技全靠蒋涵给他投资，才有导演愿意和他合作。不一样的题材才有挑战性啊，不然我怎么转型？蒋涵犹豫片刻，才继续说道：“王导对演员的要求很高，你是投资人，只是安排个女主而已，还用看他脸色。”宋福轻笑说道。蒋涵答应了。3天后，他追加了3000万投资，把宋福塞进已经开机的剧组，挤掉了原本定下的女演员。但应该只有我知道，蒋涵没什么钱了。他之前一次次为宋福豪掷千金，后来为了买我的股份花去不少流动资金，还变卖了多套房产。但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当一个人钱多得花不完的时候，就会发现活着根本不会有任何烦恼。我偶尔出去和秋秋逛街，大部分时间蹲在画室里画画、拍拍视频。刷手机的时候会看到各种蒋涵和宋福的新闻，网上一堆人在磕 CP， 把从宋福刚出道到现在的所有同框做成集锦，说他们郎才女貌，天生一对。但我已经不会再因为他的任何举动而感到难过了。又过了几天，是情人节。蒋涵和宋福在餐厅吃饭，被狗仔拍了。第一张照片上，宋福紧紧地贴着蒋涵，挽着他的手臂。第二张照片灯光有点暗，宋福娇羞地笑着，蒋涵低头凑近他的唇，看起来就像在接吻，一下子就上了热搜。一些黑粉骂宋福不红，只能靠傍大款，大部分粉丝和路人都是祝福。KSWL 冷酷霸总 X 小作金女明星，什么神仙组合？蒋涵身价得有几百亿了吧？还长这么帅，宋福好福气。家人们，宋福经纪公司 CEO 是蒋涵。这是什么神仙爱情啊？为了他的梦想，特意为他开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公司。没有人去查证，这位年轻的企业家在第一次和宋福上热搜的时候，是不是单身，有没有老婆？蒋涵把宋福和他的经纪人一起叫到了办公室。照片怎么回事？蒋涵冷冷问道。宋福故作不解，什么照片？宋福，不要装傻，我查过监控和拍摄角度，狗仔是在对面大楼提前蹲点好的。如果不是你授意，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会去那家餐厅，进那个包厢？他
他们应该也是误打误撞吧。宋福没想到蒋涵查得这么仔细，他有些底气不足。误打误撞？你知道他们在哪里拍摄的吗？在一家服装公司。哪个狗仔会去服装公司蹲点拍摄？宋福拉着蒋涵的衣角，声音带上哭腔：涵哥哥，你干嘛这么凶啊？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着急了。我上次进警局的澄清，很多人都不信，我不能让网友抓着那件事不放。我只是想转移一下网友视线，顺便拍点照片，保持话题度。谁知道他们会把你也拍进去呀？蒋涵闻言气消了大半，但声音依旧冷硬。你现在马上澄清，就说我们只是朋友。宋福弱弱地说了一句，可是他们应该也不会相信吧？毕竟那张照片看起来真的有点像在接吻。宋福的经纪人出来打圆场：蒋总，您别生气，不然你们就抓住这个机会直接公开，怎么样？蒋涵气笑了，他阴森森地看着宋福的经纪人：公开？公开什么？和谁公开？当然是公开恋情啊！网上好多人说您和宋福是天作之合，网友都在磕 CP 呢。我有妻子，你是想让我公开发布，说宋福是个要脸的小三？涵哥哥，你不是已经和白初霜离婚了吗？宋福大惊失色，原本已经坐在沙发上的他猛地站起身来。蒋涵一愣，这才想起来他们已经离婚了。马上发文澄清，否则王导的那部电影你也不用去了。他冷硬地说完就走出了办公室。宋福又惊又恼，但别无他法，只能发微博澄清自己和蒋涵只是朋友。但大部分网友都不买账，毕竟照片明晃晃的在那里放着，谁家朋友情人节出来吃饭还亲嘴儿？这次的热度还没过去，蒋涵投资的电影就官宣了主演的定妆照。这部电影的题材是悬疑片，但女主却是个富有艺术气息的画家。宋福参加的综艺也同时开播。综艺里宋福凹的就是艺术家人设，带着我的那几幅画，其中一幅到综艺上惊艳全场。这几天宋福的热度居高不下，又是知名美院才女，有人马上嫁入豪门，还有名导女主角。她的粉丝们在网络上四处安利，惹得一些绘画大佬去看了综艺切片，对宋福的画技评价颇高。宋福膨胀起来，将剩下几幅还没公开的画作全部放到了微博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宋福的画，我的粉丝也跑去观摩，但却惊奇地发现，宋福的那几幅成品和我之前发过的一模一样。一时间，宋福抄袭话题又火上热搜。霜降是你的账号，多日未联系。电话那头的蒋涵声音沙哑，不用看都知道有多憔悴。是，我直接认下来。从蒋涵拿走画的时候起，我就在等这一天，用我的东西给宋福立人设，他也配？为什么不告诉我？他问。闻言，我嗤笑一声。蒋涵，我告诉过你的。蒋涵愣住，仔细回想是有过那么一点印象，但是他当时在干什么了的？想起来了，那时候宋福刚从国外回来，他忙着给宋福的演艺事业铺路，对我的话根本没放在心上。自知理亏，蒋涵的声音带着一点乞求的：初霜，你能不能？不能。我冷冷地打断蒋涵的话，但话锋一转，宋福去的那个节目邀请我做一期飞行嘉宾，3000万，我会澄清宋福抄袭。你凭什么要钱？都怪你没事闲的在家待着不好吗？发什么短视频？涵哥哥，1分不许给他！蒋涵还没说话，一旁的宋福就沉不住气的尖叫。宋福，闭嘴！蒋涵阴沉地吼道，然后又放低声音：
我答应你，马上转给你。挂断电话，我觉得浑身舒畅。没猜错的话，蒋涵身上也就剩这点钱了。看着到账信息，我没忍住笑出声来。有钱就够了，爱情算什么东西？1周后，我受邀参加那档直播访谈节目。我作为神秘嘉宾出场，一上场就看到宋福脸色难看，强颜欢笑地鼓掌欢迎我，8层粉都盖不住他的黑眼圈。先是和主持人聊了一会儿天，然后主持人自然而然就 cue 到了宋福抄袭我的话的事。节目组提前告知，这次我过来是为宋福澄清抄袭的。宋福也把那几幅画带到现场。我走上前摸了摸画框，看着宋福微笑说道：“宋小姐确实不是抄袭。”宋福松了口气，他怕我临时反悔，从做到现场就一直绷着神经。那为什么这几幅和你发在账号上的一模一样？因为这就是我画的。主持人一怔，反应过来时神情有些复杂，他可能也没想到我这么直言不讳。白出霜，你闭嘴！这些画就是我画的。宋福突然情绪激动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我不在意他有多歇斯底里，只是从口袋里拿出来一个小的紫光灯。我的粉丝都知道，我画画有个习惯，作品完成之后会在画面左上角用隐形颜料签上自己的名字。我将紫光灯递给主持人，他挨个画照了照，上面确实都有“霜降”这2个字。看直播的网友也被这一幕惊到了。好家伙，原来不是抄，是偷啊！我之前就说过，宋福在国外读的野鸡大学，根本不是什么美女艺术家，结果没人信，还被宋福粉丝冲了。宋福粉丝也都沉默下来，没有为他控评，毕竟人赃俱获。此时演播厅里的宋福气得发抖，有些口不择言道：“白出霜，你答应韩哥哥的，你还收了3000万。你怎么可以？”宋福的经纪人在台下急得冒汗，生怕他说出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形象彻底没法挽救。我疑惑地看着宋福，蒋涵给我的3000万不是离婚补偿吗？你以为是什么？哦，对了，再次自我介绍一下，我本名叫白出霜，是蒋涵的前妻，刚离婚的那种，全网铺天盖地都在讨论我和蒋涵、宋福的关系。宋福如他所愿的又火了一把。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有人翻出了宋福和蒋涵这些年的绯闻。蒋涵带他参加酒会，蒋涵给他砸资源，蒋涵和他亲密约会，桩桩件件都把2人钉在了耻辱柱上。宋福的评论区被围攻了，所有人都在骂他小三，说他勾引人家的丈夫，还说他靠金主上位，抢了别人的角色。白出霜和蒋涵刚离婚，那蒋涵3年前就开始和宋福出双入对了吧？我是霜降老粉，她几年前的视频提到过她和她老公在一起3年，毕业就结婚，到现在岂不是8年了？小福发过声明说和蒋总只是朋友，你们这群人别乱带节奏。宋福还有几个蹦跶的粉丝，坚决相信自己的偶像。韩哥哥叫的那么亲，说没有点啥谁信啊？插足是真的，小偷也是真事，没得洗。王导的新电影原本找的是另一个女演员，是蒋涵砸钱把她塞进剧组的。原本王导定下的女演员也在此刻发微博锤宋福带资进组，挤掉她的角色。甚至上次和宋福传出绯闻的男演员妻子也发小作为控诉宋福插足，爆出一系列2人聊天记录。蒋涵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绿帽侠。我躺在柔软的沙发上，悄悄在一旁读网友的评论。
宋福终于红了，他可开心坏了吧？红是红了，开不开心就不知道了。我和秋秋相视一笑。秋秋想到什么，忽然道：“蒋涵没联系你。”我摇摇头，不知道，从演播听出来，我就把他联系方式都拉黑了，还开了静音未知来电。秋秋扑哧一笑：“真有你的，联系不上我的蒋涵正在焦头烂额地处理宋福的舆论，砸钱压完热搜，马上另一个关于宋福的黑词条就又顶了上来。”宋福哭哭啼啼地坐在蒋涵办公室，听着宋福的哭声，蒋涵一阵心累。退圈吧，蒋涵淡淡说了一句。宋福闻言大惊失色，他在娱乐圈3年，习惯了这种众星捧月的生活，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离开？我不。你觉得我是在跟你商量吗？蒋涵声音冰冷，满含戾气的眸子死死地盯着宋福。宋福吓了一跳，小心翼翼地看着蒋涵：“涵哥哥。”蒋涵刚准备打电话联系公关部你退圈声明，就被进来的助理打断：“蒋总，法院寄来了传票，关于宋小姐偷窃夫人礼服的事。什么？白初霜不是已经写了谅解书了吗？”宋福尖锐的声音让蒋涵不悦地皱眉，他看向助理：“怎么回事？”我刚才了解了一下，偷窃数额特别大的，即使全部退赃并取得失主的原谅，检察院还是会起诉到法院，由法院判刑。宋福闻言赶紧跑到蒋涵面前：“涵哥哥，我不想去坐牢，你帮帮我。”蒋涵头疼地将宋福的手挥开，又把人都轰了出去。他想一个人静静。我得知此时的时候，正在和秋秋逛街。你说蒋涵会不会帮宋福？宋福是救过他的命吗？他对宋福这么好。可能是吧。蒋涵曾提起过，小时候他玩落水，是一个玩伴及时叫来大人救了他，那个玩伴其实就是宋福吧？可不就是救过他的命？宋福被警察带走的时候，好几家媒体都在公司蹲守，直到警方公开，大家才知道宋福偷过我的礼服。沈夫人也在社交账号陈述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又给宋福引来谩骂无数。宋福被判了10年。审判结果出来的时候，他直接崩溃了，他最好的年华即将在监狱度过了。庭审结束，宋福大哭地叫着蒋涵，让蒋涵救救他。但这是法治社会。庭审现场还来了很多媒体，甚至有直播的。娱乐圈踩缝纫机的案例不多，但鲜少有因为偷盗进去的。我和秋秋也在，蒋涵坐在第1排。庭审结束的时候，他转头看见了我们。离场的时候，蒋涵拦住了我，他目光看向我的腹部，神色竟然有些期待。初霜，我们的宝宝。他眼里闪着泪光，但我无动于衷。没了，我淡淡说道，对那个还未成型的孩子，我一直很愧疚，但我不希望他在这样的家庭出生。蒋涵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没了？你打掉了？那是我们孩子，我们来之不易的孩子。我不想我的孩子有一个你这样的爸爸。我摇摇头，蒋涵，从今天开始，我们桥归桥，路归路。说完，我和秋秋就离开了。过了几个月，听说蒋涵的公司股价大跌，好几个项目都黄了。他离婚的时候分给我不少资产，又给宋福砸了不少钱，手里拿不出来流动资金维持公司的运营，只能宣布破产。宋福在监狱里过得不好，他开始还在期待蒋涵能把他捞出去，但时间久了，他也就慢慢绝望了。后来我和秋秋去夜店点男模，发现进来的1排人里有蒋涵的身影，他也看到了我，对视之后落荒而逃。混得不错。秋秋吭哧半天，憋出来一句，我没忍住笑了出来。确实不错，可喜可贺。
全文完。